嘿，朋友们，欢迎来到 Food with Flora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想要与您分享70件在日本东京非常值得做的事或者吃的食物。如果我在去旅行前能够看到这样一期视频，我会感到非常有帮助，可以少走很多弯路。我会尽量按照我们这次旅行的时间顺序来展开这70件事，所以您会知道哪些地方离得近，怎么安排行程更方便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开始聊。对了，记得订阅 Food with Flora 在美国吃什么才不会错过以后的视频哦。首先我们来到浅草。浅草是以东京最古老的寺院浅草寺为中心的周边繁华街区的总称。我会推荐您来雷门前马路对面的游客中心来看一下浅草的全貌，还能看到晴空塔哦。雷门自古以来，雷门就是浅草地区的著名地标，是浅草寺的正门，现在已经是著名的打卡景点。穿过雷门就是浅草寺生机蓬勃的小吃商业街，在这里您可以吃到很多经典的日式小吃，建议您空着肚子来。我最推荐的几个小吃：人形烧，红豆沙与面糊的搭配好像平平无奇，但师傅将面糊的外壳焦糖化，有一点酥脆，加上足量绵密的红豆沙，压成可爱的形状。一口咬下去，刚出炉还热乎的人形烧化成舌尖最质朴甘甜的幸福感。炸肉饼，混合了洋葱的金黄炸肉饼是日本的特色美食，我们看到很多日本的当地小学生都在买它。比脸还大的蜜瓜包，也叫菠萝包，曾经一度风靡全日本。栗子口味的 Mont Blanc，日本人好爱吃栗子，也好会用栗子做甜点。栗子口味的 Mont Blanc 是我们这一次意料之外在浅草寺吃到最美味的美食。在浅草寺这样历史悠久的寺院，很适合穿上日式传统的和服来拍照。浅草寺周边的和服产业非常成熟，我们没有提前预约，直接走进一家也是可以租的，但是店家说提前预约的话，可以提前订好喜欢的款式，换好和服就来浅草寺拍照吧。Sukiyaki 寿喜烧，以牛肉为主的甜酱油火锅，搭配着生蛋液吃。我们来到的是浅草寺附近的百年老店米酒本店。工作日的时候下午到，竟然没有排队。他们家专注于平价的高品质和牛，菜单的选择非常有限，分量也确实比较少，但是牛肉确实好吃。您觉得值不值呢？离开浅草，我们沿着于田河边散步，对面就是晴空塔。夜色将至，东京晴空塔的夜间点灯也是不容错过的美景。顺便提一下，这个顶着金色火炬的大楼是一个啤酒杯大楼，因为造型别致，也是东京很有标志性的建筑，但据说好像东京普遍市民不太喜欢它。晴空塔2012年完工，高634英尺，至今一直是世界第一高的塔式建筑。除了可以登塔俯瞰东京，塔内的商场也超级好逛。这里是东京最繁华的地区之一，其中我最推荐的一家店是吉卜力共和国。要知道，吉卜力博物馆位于东京的西侧，距离其他大部分的景点至少有半个小时的车程。但是东京城内有2家吉卜力共和国，就是非常便捷的平替，一家在东京站，一家在晴空塔下，一样可以享受到被吉卜力笔下的美好童话世界围绕的感觉。马肉刺身，马肉低脂肪、高蛋白，含有丰富的铁质和胶原蛋白，因为颜色鲜红，又被称为鹰肉 Sakura。生吃的马肉刺身是很有日本特色的美食，瘦肉为主，但是肉质很嫩，微甜，没有腥味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马肉，虽然整体很嫩，但是有的部位需要咀嚼很久，口味可能因人而异吧。其实 Tim 和我相比之下更喜欢居酒屋里面的其他食物，但是马肉刺身真的很值得在日本尝试一下。我们的酒店在新宿附近，所以我们找到了这一家当地很多上班族来光顾的早餐店。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早餐时间吃米饭，还配了这么多小菜和现烤的鱼肉，很特别，超有仪式感。新宿御苑，非常具有日本庭院风格的国家公园，就像身处于一幅日式风景画之中，每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魅力。很多日本当地人在这里野餐，园子很大，可以逛上2小时左右，还能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植物。涩谷 Sky 观景台，观景台位于47楼，高达229公尺，可360度一览东京全景。望不尽的高楼大厦，我们真的切身感受到为何称东京为世界第一大城市。一定记得提前预订票，据说日落时观景最美。我提前2周订的时候只剩白天的票了，但看了景色之后依然觉得这个票买得很值。
观景台下面就是著名的 Scramble 十字路口，这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十字路口，一次绿灯约有3000人穿行，分分钟体验到东京城繁华忙碌的快节奏生活。Hachiko 忠犬八公像就位于十字路口附近。来东京之前 ，Tim 和我特地观看了日本原版的忠犬八公电影，非常开心能看到今天的 Hachiko 能被这么多人喜爱铭记。我们也很感慨 Hachiko 当时所等待的涩谷地铁站，这100年间的变化真的太大了。来日本一定要体验一次性价比超高的回转寿司，可以直接从传送带拿取食物，也可以单点。单点的寿司确实更新鲜好吃一些，只是稍微贵一点。我们是三文鱼控，所以点了各种各样三文鱼的寿司，每一种的口味和质感都很不一样，性价比真的很高。饭后我们留在涩谷继续购物，推荐几家购物圣地。这一栋楼基本都是女装，品牌非常具有日本时装特色。逛了一圈以后，我觉得日本衣服真漂亮，就是材质比较一般。小 tip， 试服装的时候做好心理准备，日本售货员小姐姐非常会提供情绪价值，基本任何时候任何人试衣服，他们都会拍着手说卡哇伊 days， 记得理性消费哦。Parco 这一栋楼除了是购物商场，还是2次元爱好者的圣地。6楼有任天堂、梦可宝，还有很多其他的2次元直营店。7层楼的日式生活杂货连锁店，非常适合买伴手礼带回国，一不小心就能逛2个小时以上。猪骨拉面，猪骨拉面绝对是日本最有代表性的美食之一。我们来到的是Ichiran，虽然在东京城有10几家Ichiran分店，但是每次我们路过一家都是大排长龙的景象。纯粹的猪骨汤浓郁而不油腻，新鲜制作的面条麦香十足，有嚼劲儿。水果甜点，日本山地面积大，适宜种植水果的土地有限，日本果农又对水果种植有极高的要求，所以水果产量小，市场价高。这么说来，好像在日本买水果不太值得，但日本水果的外观和味道真的配得上奢侈品这个标签。以应季水果为主题的甜点，更是视觉与味蕾的极度享受。日本人真的很会做甜点。饭团，日本的稻米产地主要集中在日夜温差大的东北地区，那里土壤肥沃，水源富含矿物质，这样才能产出世界闻名的日本精品大米。热腾腾的状态好吃，放凉后又是另一种美味。买一颗饭团作为早餐，品味颗颗分明、自带弹性与甘味的米饭。大米具有可以搭配万物的包容性，加入新鲜海鱼、海苔还有芝麻，更能体会到大米的美味。接下来我们一口气介绍2个目前在东京最有名的海鲜市场，筑地与丰洲。日本作为岛屿国家，在3000年前就开始吃海鲜，东京的餐厅基本上都是从筑地还有丰洲这2家市场进海鲜原材料，而我们在东京可以直奔这2家海鲜市场，体验当天捕捉最新鲜的海鲜，而且比餐厅加工后卖的要更便宜。筑地市场1935年开放，曾经是世界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，于2018年将主功能转移到丰洲市场，所以新建的丰洲市场更现代化一些，只是地理位置较筑地而言更加偏远。筑地市场位于东京的繁华中心位置，位置便利，所以吸引了相对更多的游客，街头小吃很多，烟火气十足。海鲜冻，一种由醋饭还有各类海鲜鱼类组合的日本料理。我们在筑地市场体验了海鲜冻，不禁感叹食材怎么可以这么新鲜，3种不一样的海胆像黄油一样入口即化，搭配生鱼的鲜味与软糯的醋饭，真是超级奢侈的享受。丰洲市场，从东京可以倒地铁和巴士到达，像之前说的，这里的设施更现代化一点，场地也更加干净。我在这里最推荐的是 Omakase， 即厨师决定的菜单。
丰州市场有许多寿司 omakase， 用超新鲜的鱼肉，价格比外面的餐厅便宜很多。很多人在凌晨3、4点就来排一家叫 Sushi 带的 omakase 米其林名店，但其实我们比较推荐一些被社交媒体忽略的职人店，他们的 omakase 也是足够好吃。我们是工作日上午时间9点15到达，很多店都没有人排队。我们随机选了一家有演员的店，主厨真的知道如何准确把握每一种海鲜应该搭配多少米饭，还有芥末。有的芥末在鱼的上面，有的芥末在鱼的下面，手持或者筷子夹都 OK。返回驻地市场区域，走路10几分钟即可到达中央商务区银座。这里是号称亚洲最昂贵的地方，这里的购物商场汇集了各种各样的世界名牌，还可以看到很多本土平价品牌，比如12层的优衣库。我在银座最开心的体验就是在优衣库自制卫衣，自选图案，制作独一无二的衣服。来日本东京难道还不逛一下 MUJI 本店吗？样式更多，价位更低，我都不知道原来 MUJI 还有餐厅。银座里面的美食真的太多了，不拘什么种类都不会差。我们在银座约到了非常划算的鳗鱼午餐套餐，鳗鱼也是来东京必吃的美食之一。百年甜品店，我们来到银座的百年甜品店寿月堂，品味沉淀百年依旧经典的日式甜点。Wow, the best matcha I've ever had. 对于我来说，抹茶的味道就是日本的味道。除了在日本当地体会抹茶下午茶甜点，抹茶还是非常好的伴手礼选择。日本当地抹茶的质量比我们在国外买的质量更高，而且更便宜。这么一小罐的抹茶，就好像把日本的味道浓缩在里面带回家。除了推荐抹茶，日式的焙茶Hojicha味道也是非常值得推荐。Hojicha呈褐色，茶味明显但不苦涩，香气非常迷人，也是对身体健康的茶，而且烘烤后咖啡因的含量会下降，不用担心晚上睡不着。皇居1868年起历代日本天皇的日常居所，各处仍可见到江户城风格的建筑，其中东御苑位于东面，向公众免费开放。我们正赶上了欧洲还有非洲国家的大使来访。关于预约皇居一定要提一下，官网上预约的名额非常有限，如果您没有约上网上名额的话也没有关系，可以去现场排队。开放日一般有上午10点还有下午1点半2场，向300名没有预约的游客开放，先到先得。我们来赶的是早上10点的场，8点47分到这里，队伍已经是这个样子了，所以没有预约的话一定要提前来哦。我们9点半拿到号以后才放心的去便利店买早餐，这也是下一个必做的事情，便利店早餐。日本便利店世界闻名的干净还有便捷，超适合购买早餐，有时还会有季节限定的食物，秋天的铜锣烧超赞。参观完皇居后，记得顺便来到花园参观一下，与皇居的入口不同，但就在附近，也是免费参观的。在拥挤的东京真的很难找到这么宽阔的空地。东京地铁站靠近皇居，于1914年开放，是日本最繁忙的车站，里面就像一个购物商城，主要都是便当还有伴手礼。我推荐来这里体会一下当地人出行的饮食文化。悄悄说一句，这里免费的试吃品好多，吃着吃着我们就饱了。日式炸猪排，炸猪排也是日本最有代表性的美食之一。这次旅行我们发现，如果一家餐厅有很多当地人光顾的话，一般都会很好吃。外面的这一层面包屑真的好轻薄，这样猪肉的好品质和完美的火候控制才能够被突出，配上咖喱吃更加满足。秋叶原真的是2次元爱好者的朝圣地。女仆咖啡厅不允许拍摄里面的工作人员，所以我只能口述一下过程。我们进店后，由身穿女仆装的日本小妹妹介绍菜单，可以摇铃铛随时召唤她。日本小妹妹全程微笑，念着咒语，提供超甜服务。每一位顾客必须点一份饮品，我们点了手摇鸡尾酒、焦糖拿铁，还有公主圣代。食物很甜，主要还是体验餐厅可爱梦幻的氛围。秋叶原电器店，
秋叶原除了二次元，电器店也是非常有名，非常推荐这一栋楼。这是我们迄今为止见过最齐全的电器店。比如 Tim 想买一个新的头戴式耳机，您看就有这么多种，真的是应有尽有。新宿区，东京的主要枢纽之一，以地铁新宿站为中心的商圈是东京乃至整个日本首要的中央商业区。这里真的很好逛，美食的选择也很多。以下是几个新宿区非常有代表性的景点。新宿的四出横町是著名的烤鸡串小巷，烟火气十足，假装自己是个刚下班的东京上班族。在这里可以品尝鸡的各类部位的烧烤。天妇罗，吃好吃的天妇罗一定要去天妇罗的专卖店，质量和非专卖店给的天妇罗配菜完全不一样。各种各样的食物裹上一层面糊，然后炸一下，怎么会这么好吃？常见的天妇罗有鱼类、贝类、番薯、蔬菜等等，有时候很难看出里面是什么，所以吃的过程也充满着期待与惊喜。上野公园，上野公园是日本的第一座公园，原属日本皇室所有。1924年被下赐予东京市管理，所以全名称为上野恩赐公园。据说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景色，尤其春天是赏樱名所。我们是冬天来的，就只是看树了。上野公园的旁边就是东京国立博物馆。很可惜的一点是，我们在参观的这一天，博物馆的主管没有开放，所以如果您有参观博物馆的打算，一定记得提前确认一下主管是否开门。我们参观当天只有特别展哈尼瓦开放，哈尼瓦就是日本版本的兵马俑。参观完博物馆，我们很饿了，我们来吃鸭肉拉面。日本拉面除了最有名的猪骨，还有一些其他类别非常值得尝试，比如鸭肉、鸡肉、蔬菜或者是柚子。我们来到上野公园附近的鸭兔葱，高汤只由鸭肉、葱和水慢火熬制，充分释放鸭肉里面的醇厚鲜美，加上软嫩的片鸭，还有清爽甘甜的上品葱。最简单的食材往往能带来最高级丰富的口感层次。传统红豆甜点，红豆也是非常标志性的日本甜点元素。日本人好爱红豆，而且好会做红豆。简单的红豆就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日式甜点。这是我们随意经过的一家传统甜品店。这样香甜浓密的红豆年糕粥，我以前只在日本动漫里见过，现在吃到让我有梦想成真的感动。在东京旅行的时候，除了去热门景点，还非常推荐您进入东京的大街小巷去走一走，能够真实的看到当地人的生活氛围，且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感动。东京是世界闻名的时尚之都，日本的发型风格又别具一帜。如果时间允许，在东京剪个头发也是很有意思的体验。更多的细节可以参考这一期视频。牛舌，在日本，牛舌是非常有人气的料理 ，Q 弹细嫩的材质，一咬下去又鲜美多汁。牛舌有各种各样的美味做法。悄悄说一句，我们来到了一家有名的低温炖牛舌店，可能是因为炖煮的温度太低了，我们当时吃得很香，但是当天晚上 Tim 就吐得非常厉害。这样的烤牛舌应该是没问题的，但是这个长时间用低温炖的牛舌可能温度太低了。一般我自己对食物的卫生容忍度会高一些，但第二天早上还是会觉得胃里有恶心的感觉，只是没有上吐下泻，所以建议大家谨慎选择牛舌的吃法。胶囊旅馆，东京可怕的加班文化还有昂贵的酒店费促使了胶囊旅馆的诞生。几十个整齐摞起来的胶囊，每人一间。我体验了一个晚上，觉得价格亲民，而且拎包入住很便捷，只是隔音不太好，幸好前台提供耳塞，不然这一晚上我可能会很难入睡。下面我会推荐几个您可能会觉得出乎意料的食物。日本的法式烘焙坊，这是因为日本职人对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，除了惊异了日本美食，也让进口美食
食有了特别的日本味道，比如法式面点，不仅保留了法式烘焙坊的高技术与品质，还融入了日本的美味特色，比如加入了抹茶、栗子等等，这是只有在日本才能享受到的法式浪漫。和牛汉堡，同样的道理，有的日本职人会专程在美国的快餐店学习多年的汉堡制作，然后回到日本开自己的店，而且用的是日本和牛，当今世界公认品质最优秀的牛肉种类。很多美国人也说自己吃过最棒的汉堡竟然是在日本。牛奶冰淇淋，东京并不是牛奶产地，但是它汇聚了全国各地最棒的美食，比如来自北海道有名原产地的冰淇淋，配上同样优质奶源的芝士饼干，这是我们终身难忘的牛奶享受。最意想不到的美味可能触手可及。之前提过，日本便利店的美食非常多，而且很干净，布丁是其中必吃的一个，品牌种类非常多。这款网红布丁奶味非常浓厚，是 Tim 的最爱。我也尝试了其他的布丁，浓郁香醇，也非常好吃。日本夜市，这个是要靠运气。在日本旅行的时候，我们正赶上当地文化祭夜市活动。我们知道这个活动是因为在街上看到了这样的活动公告，所以有幸体验了这个很有日本当地特色的传统夜市活动。如果您在日本旅游，可以留意一下是否当地正好有什么夜市活动。接下来推荐3家适合买平价纪念品的店。超市，想要深入了解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，那就去当地的超市逛一逛。您可以真实的看到当地人民日常吃什么，比如柚子醋、昆布、纳豆、大福、泡面、巧克力，都会是非常有意思的纪念品。书店，如果您碰巧遇到一家书店，一定进去瞧瞧。虽然文字不通，但有的书中的插画加上翻译软件就足以明白书里的内容，比如动漫插画、烹饪书籍、健身读物等等，也会是很有意思的日本纪念品。日本药妆，很推荐唐吉诃德，一个平价伴手礼购物圣地，里面汇集了各种药妆还有小吃。记得结账的时候要带着护照去专门免税的柜台结账。地铁，一张苏伊卡卡斗行遍全东京，比出租车便宜太多，体验也很 nice， 车厢干净，座椅舒适，广告也很漂亮。虽然有时候挤得水泄不通，但乘客们还是通行有序。最后一件事，离开东京前，无论您是坐飞机还是新干线，都记得在出发前买上一些美味的日本食物，比如便当、当地烘焙坊的面包、传统的和果子，这些小小的美食会让我们的旅途增加太多的幸福感。这就是我最推荐在东京做的70件事。如果您看到最后，非常感谢，记得订阅 Food with Flora 才不会错过以后的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